现在是2021年2月，今天是大年初二。2017年的时候 ，Volkswagen Malaysia 推出了 CKD 本地组装的 Volkswagen Tiguan。3年之后 ，Volkswagen Malaysia 又带来了这个长轴距版本的 Volkswagen Tiguan， 也就是这个7人座的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如果有订阅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在不久前曾经上传过一支高配版的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R-Line 2.0 TSI 4Motion。所以今天我带来的这个就是相对比较低配版的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Highline 1.4 TSI， 它的价钱比我之前上传的过的那个 Allspace 便宜了45千，也就是这辆车子再加一个 1.3 L 的 myV 就可以拿到那个 High Spec 版的 Tiguan Allspace R-Line。在影片开始之前，我要感谢今天这集的冠名赞助商，就是 ThinkWare Dashcam。大家可以上到 ThinkWare.com.my 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 Dashcam， 它有一个前面 4K， 后面 2K， 然后它的这个 Dashcam 是非常高科技、非常高清的 Dashcam。So let's move on。这个7人座的 Tiguan Allspace 1.4 TSI Highline， 它只是比5人座的 Tiguan Highline 贵了2300块。它的最新售价是165千，同样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造型方面因为它是 Highline 嘛，它就不像我之前介绍的那个 R-Line 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很多风网，然后它是没有喷漆的啦，所以那个就会有很多好像钢琴烤漆黑色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在这个 bumper 下方你就会觉得它有一点比较高松的感觉。可是这边 logo 这边这个 front grille 这边一样是有 chrome 的东西。然后这辆车子我喜欢它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大灯是有 active cornering light 的，就因为车身比较高嘛，你看它离地间隙，所以有时候很多盲点路边你没有看到，它会当你在摆 corner 的时候，它会自己帮你照亮旁边。所以它的设计方面跟它的同期竞争对手像 Mazda CX-8 Hyundai Santa Fe 还是之前我介绍过的 Peugeot 5008等等，它就显得比较 formal 一点，它就好像一个上班族这样子啦，其他的就可能比较有一点 lifestyle 的 feel。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叫 Tiguan因为 Tiguan 是 Tiger 加 Iguana， 老虎加蜥蜴，老鹰或者虎蜥whatever 啦。高配版的 Tiguan Allspace R-Line 用的是19寸的轮圈，而这个比较低配版呢，它就用了18寸，配的轮胎是 Hankook Ventus S1 Evo 2轮胎。很多人看到 Hankook 可能对它有一些偏见可是就我过去的试车经验里面，这个 Hankook Ventus S1 Evo 2轮胎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轮胎，尤其是在这个噪音方面它反而还比很多大家觉得比较厉害的轮胎还要来的安静。所以再来设计方面，你可以看到这边一样有这个 chrome， 然后它的 side mirror 是喷上了 silver color 这个银色的漆这样子，所以让车子有一种 two tone 的感觉。再来这边有防刮材质，而防刮材质就让车子看起来可能比较比较没有这么大这样子。所以 overall 来讲，如果你是想要保养费比较低的，18寸的保养费肯定比19寸还要来的低。然后再来这个Tiguan低配版的Allspace Highline它还比那个高配版的少了很多东西像是 Dynamic Chassis Control， 所以它里面是没有那个 DCC damper 的，你是不能够调整它的 damper要软要硬的。所以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很追求驾驶感的，你就觉得why not 我花多一点钱去 top up， 不然你就会觉得平时我驾车就是驾不了嘛，为什么会去调？这样你就保养费也是会比较低，因为大家知道 DCC 它不是收费的 ，DCC 有一个 DCC damper 大概要3000多块以上。所以你买到低配版的，它不见得是坏事，只是看你用怎样的角度去看它。Tiguan 和 Tiguan Allspace 都是基于和奥迪 Q3 相同的 MQB Air2 平台而打造。这个 Tiguan Allspace 的车长是4701mm， 比普通版的 Tiguan 长了215mm。但是在视觉上你并不容易发现它是一个长轴距版本的 Tiguan。所以 Tiguan 和 Tiguan Allspace 之间的差距并不像 Mazda CX-5 和 CX-8 之间的差距这么大，造型设计上面也是如此。再来这个 1.4 TSI Highline 的 Tiguan Allspace 呢，它还比那个 2.0 TSI R-Line 的少了 4Motion 4轮驱动系统，所以重量方面它比那个4轮驱动的 Tiguan Allspace 减轻了220 kg， 也就是1460公斤而已。今天是我拍车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跟车头一样，你在车尾也是不太能够分辨这个是 Tiguan 还是 Tiguan Allspace。唯一能够让你辨认它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 Tiguan 下面多了一个 Allspace 的字样。当然，这辆车子最厉害的并不是在于它的造型设计，而是在于它的相当宽裕的 boot capacity。
Tiguan Allspace 的第3排或许不够同级对手来的大，可是呢，在第3排椅子直立的情况下，它有230公升。230公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放入我这个 XL 级32寸蓝色大 luggage， 我放进去过后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可以不可以关起来。我给它弹上来，可是你稍微用力一下 ，OK， 是刚刚好 fit 得进去的。所以你看回去我之前介绍 Mercedes-Benz GLB 200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虽然它的第3排很宽敞，可是后面是根本放不下一个这样子尺寸的 luggage 的。我们现在把第3排椅背给放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 Tiguan Allspace 的行李箱空间就有700公升，而普通版的 Tiguan 呢就只有615公升。所以你打开这边，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遮东西的帘 ，OK。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是一个有第3排空间的5人座 SUV 这样子的概念。除此之外呢，这辆车子它还有一个portable 的 torchlight 啊，旁边有一个 torchlight， 你看到吗？非常实用了。因为空间就像存款这样子，你有你不一定要用到，不过你要用到的时候你拿得出来。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下，我就可以放出这个32寸蓝色大 luggage。它是非常 flexible 的一个空间。今天这集的重头戏就是它的第3排空间。其实进去还蛮容易的，因为它的门槛不是说太高。OK， 这个第3排空间就跟我之前介绍过的 Mazda CX-8 或者是 Peugeot 5008，甚至是 Mercedes GLB 都好，它都比他们来的有限。可以说我的身高是178cm， 所以我觉得这个座位只适合140cm左右的小孩子或者比较矮的人乘坐而已。我现在就把它往后倒 ，OK。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的脚是刚刚好顶到，所以这个 headrest 是蛮低的了。我现在把它调高一点 ，OK， 可以调到这么高。不能啊，我的头已经动到这边了，这个 headrest 已经无用武之地了。然后跟之前我介绍的 Mercedes GLB 不同的是，它后面是没有 ISOFIX 的接口的。然后设备方面，它没有冷气出风口 ，OK， 没有。虽然它的第3排不够对手来的大，可是它的后面还能够放东西。不像很多车子，虽然第3排稍微比较大，可是后面就基本上是 放2个纸袋就 habis 了，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要讲出来，讲出来，爬这边出来了。虽然第3排很重要啊，但是有时候你买7人座 SUV， 真正你赚到的地方就是在它的第2排空间了。怎么说呢？首先这个cushion它非常的软，穿上去很舒服。然后它的 flexibility 方面非常的好，像它前面可以 slide 到这么前，也可以 slide 到这么后。还有这个 reclining seat 就是可以前后倾斜的椅背，一个 stage， 2个 stage， 3个 stage， 还有这样子，这样子。而且设备方面啊，像它这边有冷气出风口，可以调整温度，还有风扇的大小，下面有 USB Type、USB 2.0 的接口，还有12V 的 socket。再来这辆车子也有很多 SUV 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个 so-called picnic table。所以这边有2个 picnic table， 你打开来，然后一般的 picnic table 就是可以给你放 laptop、放东西、薯条、汉堡在这边吃吃喝喝。但是呢，这个 picnic table 内有乾坤啊，它旁边还有2个 cup holder， 所以 cup holder 呢，你就可以放入一些汽水啊、一些罐啊，像是奶茶啊，你可以这样轻轻放着。再来，它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我试车生涯里面第一次看过有那块的物件，哈密物件呢，就是它前面啊这个副驾驶座的椅子呢，它是能够平躺的，它能够 flat 的，你看到吗 ？OK。可以完全平躺，就代表什么？代表你是可以这样子做的，你可以翘脚、腿伸直。我身高是178cm， 这边放点食物，然后这边可能放一点 iPad 什么，你可以这样子看，这样子一边吃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问我，找一个理由让我买 Volkswagen Tiguan， 我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买一辆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而且除了我的脚可以伸到这么直，可以翘脚之外，我如果要去依靠在一些长条形的东西，我还能够从它的 boot 直接缩到我的挡风玻璃，比 van 还要 van。其实 Volkswagen 还是 Volkswagen 啊，开关门还是很有 Mercedes、BMW 的感觉。Start engine。
这辆车子啊，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见过了 Passat Elegance、Passat R-Line、Tiguan Allspace R-Line， 再看回这个 1.4 TSI Highline 呢，就真的是我很容易就能够察觉它少了什么东西。像是呢 Tiguan Allspace R-Line 它就有 9.2 寸 Gesture Control， 并且内建 Navigation 3D 导航系统。这辆车子用的是8寸荧幕。好处是里面一样支援 Android Auto 和 Apple CarPlay， 但是因为它没有导航地图啊，变成你的这个电子仪表板，这个11寸的 Volkswagen Digital Cockpit 就不能够整个荧幕去显示地图，因为它都没有地图了嘛。you know what I mean？ 在这个牙柄的地方，因为 Volkswagen 集团底下的车子啊，如果它是少了什么配备，你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因为它会留下很多 empty button 给你知道，cut spec 少了什么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刚才前面讲了，它跟这个高配版的 Tiguan Allspace R-Line 相差了一辆 1.3 L myV 的价钱，就是大概45,000左右。所以最重要的是它少了 Dynamic Chassis Control， 你不可以调整悬挂的软硬；它少了 Driving Mode Selection， 你不可以选择 Eco Mode 还是 Comfort Mode 等等的驾驶模式。再来，它也没有 Hill Descent Control 陡坡缓降功能，它也没有 Full Motion 4轮驱动系统，它只是前轮驱动系统而已。所以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当然 R-Line 有很多 cosmetic 的东西，就是什么 bumper 啊什么啊这些，可是我觉得那些东西不会影响车子的驾驶表现的，它只是你感觉良好而已。所以重点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样东西。所以这辆车子很难比啦，因为你知道跟我之前介绍的 Passat Elegance 或者 Passat R-Line 比，它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 所以这个车子可能年份不知道，可能年份比较早，它就安全辅助系统方面就比较少啊。我们说跟日系的7人座 SUV 相比啊，其实这一块屏幕是蛮高清的，它的touchscreen 的这个 sensitive 的程度，还有它的使用界面方面都是很大细下的。Instrument panel 你还是能够调整，但是它变化的幅度不大，而且它也没有 Passat Elegance 那个 Ambient Light。有很多种颜色可以给你调整，它就没有。这辆车子啊，它叫 Tiguan Allspace， 顾名思义就是 space， 空间才是它的重点。空间多大呢？这边有一个储物格，这边有2个 cup holder， 坐下来这边有这个 glove box， 然后你看它这样子是整片是触控式萤幕嘛，可是这边是可以放 CD 还有 SD card 的，所以 glove box 也蛮大一下。再来这边还有一个储物格，这边还有一个储物格。banyak space， all space， semua space。质感方面呢，因为 Volkswagen 的定位是在奥迪之下嘛，所以免不了就会有很多这种 plastic 啊，但是是软的啦，不是硬的啦。然后这边有钢琴烤漆在它的方向盘，也有 pedal shift 等等。它有8个 speaker 啦，但是不是那种什么很大的音响系统。然后这边还有发热椅，蛮热一下的。其实讲真的啦，我自己是蛮喜欢 Volkswagen Tiguan 这个车型的，所以我驾了它几天过后，我发现重点其实当然因为我看过很多比它大的 Volkswagen 啊，所以我一直会很难不去想它是一个高松版的 Tiguan Allspace。可是我那天在我的 baby 在我老板坐在后面啊，他很舒服哦。我这个是凭良心讲的，不是每一辆车它一上去就会坐到很 comfort 很舒服的。这边真的是蛮高松的，可是当乘客坐到舒服，你的第2排乘客跟第3排乘客不会去 care 你是140多匹还是200多匹的，只有你 care 吧。它的隔音表现是超出我的 expectation 的，因为轮胎很安静，路噪声不明显，然后风切声几乎是没有的。它有风声，可是是非常大面积、非常舒服的一个风声，而不是那种透过 A 柱这样细细数数那种风切声。所以就这个 MVH 方面我觉得这个 Tiguan Allspace 的确是我觉得值回这个165,000的票价的。然后引擎动力方面呢，我第一次试驾的 Tiguan Allspace R-Line 那个是 2.0 TSI 嘛，所以它有220 PS 和350 Nm， 这辆车子就比它少了70个 horsepower， 只有150 PS 和250 Nm。但是呢，对于一些没有接触过 Turbo 引擎或者没有开过 Turbo 车的朋友我要提醒你它虽然是 1.4 L， 可是它在1500 RPM 开始就能够产生高达250 Nm 的扭力。所以一般上自然进气引擎大概是 2.0 L 自然进气到 2.5 L 自然进气才可以达到250多 Nm 这样子的扭力。所以你载人载物的时候，这个250 Nm 它来到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好用的，你完全不会觉得它是一辆 1.4 L 的车子。
只是说呢，它在城市走走停停的时候啊，特别是2、30的时候，它蛮 lag 一下的。可是这个 lag 是你需要去拿捏一下它的节奏，然后你可能开了几天过后，你就慢慢适应它，知道它的 kick 几时来。因为 turbo 车的 kick 跟 NS 车的 kick 是不同的，它的 kick 是来的比较慢，不过当它的 kick 来到的时候，它是源源不绝的。你现在在摆4，你再踩它还是有。然后它虽然没有那个 driving mode selection 的 button， 可是你把你的牙柄往下推一截，它还是有一个 sport mode。它虽然不像那个Tiguan Allspace R-Line 这样子用的那个全新的 7-speed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可是这个 6DSG 啊，其实已经可以打包很多 automatic gearbox 了。所以这辆车子 ，you know， 它就是我前面讲的，它跟 Audi Q3 是采用相同的 MQB 底盘。所以讲真的，这辆车子你刚刚我这样驾高速低速在城市走停停，它不会输给我之前试驾过的 Mercedes GLB 250啊。所以其实 Volkswagen 就是有它的价值所在啊，就是让你能够用最少的钱买得到最 high quality 的一种驾驶体验，无论是它的操控、它的隔音表现、它的 handling， 还是它的这个换挡的节奏等等，它真的是一个德国车，就是它的 TSI 加 DSG 一直以来都是 Volkswagen 集团的一个黄金招牌组合。所以如果你是这个 Tiguan 的车主啊，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你在过去可能2-3年里面你跟 Tiguan 相处的是否愉快，还有你驾 Tiguan 的一些心得等等。So 0到5、6、10这样子，它真的是你看，它会 delay 一个半秒、1秒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们过一个小个的蹲，看一下它的表现。OK 的 ，18寸，然后车身离地间隙非常的高，所以驾驶起来，因为一般的德国车都会偏硬，日本车都会偏软，可是这辆车子我觉得它是在缸里面的偏软，所以如果你要求是high performance， 就是或者你是经常要越野的，这样你就去拿那个比它贵40多千的Tiguan Allspace 2.0 TSI 4Motion， 这个名字真的是很长啊。我们现在走在Cyber 加布特加这一段的 LDB， 然后这一段是出了名的 bumpy， 起伏不定的，所以你在这条路上面，你就会 feel 到车子其实是蛮跳下的，坐在后面就不是像你坐在前面这样舒服了。可是其实是 OK 的，因为这条路真的是讲真的，什么车来都是一样跳的。你回到一般的 Plus Highway 好的 Highway， 它是非常的稳，非常的 firm 的。然后这辆车子我喜欢它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之外，你一直可以放倒之外，就是说它的乘坐的姿态非常的高啊。再来窗口面积非常大片，因为以我做乘客的经验里面啊，窗口面积的大小还有你的这个眼睛的视野，会直接影响你会不会晕车。就是说越高越宽越辽阔，就越不容易晕车。好像我载他坐这辆车，我看有超过好多次了。每一次一上车就是睡觉，不是每一辆车这个老板上车就会睡觉的，然后他可能是看不到，可能是会焦躁，可能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反应。所以以这个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来讲，要载小孩子是 proof 了的啦 ，OK， 是肯定是非常舒服，非常宽裕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一辆 Volkswagen Tiguan Allspace 1.4 TSI Highline 啊，它的售价只要165千，比它的同级竞争对手都便宜了7000多块以上。因为其他的对手啊，他们都要171千以上，所以165千的售价，我觉得是相对蛮平易近人的一个售价，尤其是一辆德系的 SUV。所以为了要提升这辆车子的竞争力 ，Volkswagen 美系有为这辆车子提供了3年或者45000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 再给它提供5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warranty。在接下去讲之前，我要感谢今天这集的冠名赞助商就是 ThinkWay Dashcam， 大家可以上到 thinkway.com 去了解一下这个前面 4K 后面 2K 非常高清、非常厉害、非常高科技的 Dashcam。所以我先讲不值得购买的理由，就是它少了几个东西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像它没有 blind spot monitoring， 没有 rear cross traffic alert。Adaptive Cruise Control 我就不强求它了，因为165千，我们讲7人座啦，很多对手都没有。它有少了一些东西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它也没有360度全景摄像镜头，对于一辆比较长的车子来讲是蛮可惜的。我觉得值得购买它的理由是相对比较多的，因为以我自己的 driving behavior 来讲，我是比较喜欢1.4 TSI 搭配 6DAG 多过 NA 引擎再搭配普通传统的 automatic gearbox。
因为 Turbo 引擎虽然在低速的时候是比较 lag 的，可是中高速的时候，它的力水是后面它的后劲十足啊，所以就这个方面我是比较喜欢它。所以你说它没有Dynamic Chassis Control， 它没有 Driving Mode Selection， 它没有 Full Motion， 讲真的，账面上你会觉得那个 R-Line 很厉害，可是你驾了过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那些东西呢？因为车子啊，它不是 spec sheet 啊，你不是买一张 spec sheet 啊，你是买来驾的。虽然它的第三排并不像其他的对手来的大，可是灵活性方面，它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所以165千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7人座 C segment SUV。再次感谢今天这期的冠名赞助商 Thinkway.com， 大家可以上到 Thinkway.com 去了解一下这个非常阿达的 Dashcam。S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and 3, 2, 1, cut。我不要再 NG 了。更加的快捷，更加的灵活。哇，热到，热到！年初一也是这样热，年初二也是这样热。所以我觉得，书到用时方恨少，空间到用时，你才知道不够用。Volkswagen 马来西亚也为这辆车子提供了3 years， 还有4或3年或者。这个已经是不懂第几个 tag 了，然后很晒，那边又有人倒沙，那边又有人除草，大家不要介意背景的这些杂音，还有小鸟在叫。OK， 又到了我们做结论的时候了。Technically， 我试试看啊。哦，不可以。再来，它也没有 Hill Descent Control 这个波道 Hill Descent Control 叫什么了啊？陡坡缓降功能。OK， 不管它什么150。PS 马力250牛米这个东西啊，其实你不太会去在意它的。我现在就体验一下坐在第2排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走几段啊？100了，可以讲100。Action。